欢迎来到丰盛哦，我的频道。这周很开心，也等不及的要把一些好运跟桃花分享给你们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下个礼拜就要生日了，我很想把这个生日的能量都分享给大家。像我是太阳、月亮、水星、海王星，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反正好像有5个射手座在我的星盘里哈，所以这个月我的能量很强。那我要在这周把这个能量分享给你们，所以呢，我用了我的动物灵卡，就是我很少用这个卡来拿出来，因为有时候只是用来解我自己的问题。那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把这一个幸运分享出去，所以我用了动物灵卡。那呢，我选了很久50几张，我选了这4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哈利波特、霍格华兹不同的，你仔细看会有一点类似哦。然后这是你可以选一下，这个呢是。也不能说是麻雀，它是一种雀，小型雀的一个类别哈。然后这个是狗，可是它这个是猎犬。那这个是蜥蜴哈，颜色比较丰富。这个是海獭。然后你们选一个适合你自己心灵的。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接下来1个月，虽然是1个月30天，但是我可能会把它扩张到2月之前，就是可能50天。从今天算是2月了，但你任何时间来都可以算是。今天开始了，接下来的1个月的桃花好运，不止好运哦，我要专注在桃花的强化，桃花的意念强化。好，因为快到了一个年度交接的时节里，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情感上的滋养吧，或是提升都可以。我就是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情感上面有一种提升，跟桃花有关的，我都希望能够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也很喜欢。我喜欢看到你们突破难关，更开心。然后今天很特别的是，今天我除了用了动物灵卡之外，还有塔罗。我今天会用比较多的大卡、小卡都会有。然后呢，今天特别的是，我好不容易把我的那个罗恩石拿回来了。然后呢，我会想办法用我手上这个罗恩石的符文，其实它也在我手上。我希望把这一个念力、一个意念也分享给你们，好吗？那罗恩石的部分我会在最后离取好运的时候给你们哈。那么我们就开始吧。你选好了吗？闲聊我最后再闲聊。你选好了吗？这些选择适合你的、你喜欢的，那么就在说明栏里面点下连结，直接开始咯。好了，就这样，先祝你们有一个好运开始来咯。好的，我们开始吧。首先是选择海獭的朋友哈。海獭呢？海獭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平静跟欢乐的象征，所以你选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直接上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或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得到一种心情上的安宁跟平静。然后其实你要注意到，它是这个植物它叫做香蒲，其实有一种水蜡烛的称呼。它这叫什么？这个是一个为你祈福的花语所以这整张牌你选到的时候，其实它算是一种往你心里的平静，然后祈福你能好运进行的一张卡。还蛮喜欢这张卡的，看起来就很舒服、很平静嘛，也是蓝色的，可以让你达到水面心情上的平静。那么动物卡的好运先开始，我们就往后开始抽吧。来，我在这先看，绝对不是我先看到背面是什么再抽到，绝对一切都是随机的来，好，我们先来抽。第一张我们要看什么？第一张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桃花好运的能量多少。是在摸看看有什么的感觉来。哇，这张看起来很诡异有点阴沉，然后你们可能会觉得应该没什么好运的，没有，这个是所谓的内在心理力量，而且是探索物质的能量非常强大的一张牌。它主要是往内心去探索，它要的就是一个内心的探索，往下深挖，表示它这一个动机，这个冲击力的能量是蛮大。而移回到我们这一题你的桃花好运什么？我觉得它有这整30天有慢慢的在帮你把这个好运挖掘出来，而且它不是一个浮华的，它是一个很物质的、很具体的。那么这个桃花如果过来的话，应该会很明确，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或是这一件桃花，因为这个桃花不代表说一个人对你的感觉，或他对你告白或什么，不一定是这种桃花。如果你是事业上的桃花呢，你会有很好的人缘，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但是我们这一题，我的整个意念的方向，我比较希望能够往感情上、恋爱上、爱情上，所以我希望这个隐士牌所带来的是一种
那一个桃花感是可以带你出去玩，可以邀请你吃一顿饭，带你去一个好餐厅，或是带你去一个小小的旅游，在这个月。这个月其实很多机会，圣诞节、跨年、1月、过年前，其实有很多假期机会。虽然忙碌中，但我们好像还是有机会可以有一些有桃花产生的情况嘛。第一张牌能量还蛮好的哈，不要被这个画面不要吓到，我感受不是这样。来，我们再抽一张，就是你的能量，你的桃花能量在这一个月的。哇哦！是权杖侍者。权杖侍者代表了一种，你知道，权杖就是一个火啊，就是一个开始燃烧的火。它这个你知道吗？它这个火他把它想到，它是一个非常自由、愿意奉献、有勇敢灵魂的。可是跟我们这样讲爱情没关系，我只是跟你诠释一下。这个是你心里的能量，就是说，你愿意往前，我愿意接受。所以这个月的桃花概念比较像是说，当这个桃花来的时候，你是很兴奋的。你是很愉悦的去接受它，而不会抗拒，而且可能心里的期待已经有一阵子了，而且它还蛮吻合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你很容易兴奋。你想想，这个权杖侍者还蛮像那个卡通里面的小丸子，就是看到什么新奇有趣的事情，他都欣然接受，而且很开心。而且小丸子其实对于很多将要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充满的期待跟乐观的方式去看的，是一个很乐观的角色。他也比较偏向我的星座啦，就是射手座。它也很像，你想一下，有点像《汤姆历险记》里面的汤姆，对什么事情跟下一步都非常充满了热情的。所以在这个月来说，你的好运能量其实都是蛮强的耶。你看我刚提的这几个卡通，都是属于欢乐、气氛好的卡通，完全不会让人失望的剧情啊。所以如果出现这个牌的话，我觉得蛮好的。这个你的那个恋爱能量、桃花能量蛮好的，而且是往比较阳光正面的海这，而且已经是权杖侍者那个火已经。那个小小的火苗已经开始往上燃起了。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大概这一个能量的力道如何？力道还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怎么发生？我们来看一下，让他翻出一些比较具体面向的东西好了。目前看起来这个桃花有点偏向比较没那么情感乱射的四射的那种混乱的局面，因为这张牌你看到，圣杯八的比较情况就是说，他为什么背对着这个杯子？因为其实这个杯子的情感有点太丰富了，太充沛了。然后可是他在厘清了这个情感面之后，这个整个情况在厘清了整个情感面的混乱之后，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非常笃定的。这张牌原本带了的就是这个，你看这里有那个月亮跟太阳嘛，表示说阴跟阳是融合在一起，是达到一个平稳的，所以它能够往下一步。也就是说，你这个桃花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跑出来的。它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桃花好事。我这次取名为什么叫桃花好事？我本来也想取名什么叫桃花能量啊、桃花好运，但是我觉得这都有一点含糊，什么好运也不确定。我希望好事就是好事，桃花就是好事，不要什么坏桃花，没有。我希望所有发生的桃花能量就都是好事，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桃花好事。所以这个呢，我相信这一个。你会发生的这个桃花，我们先不论它是哪一种好坏的桃花，可是我觉得这个桃花的扎实度蛮够的，毕竟它不会被太多的情绪所混乱。虽然都已经到了圣杯八了，其实表示这个情感面跟情绪面其实是已经很成熟了，是蛮成熟的它不是还在漂移不定，还在寻找，不像什么圣杯侍者啊这类型的不稳定的水那一种的或是也不像圣杯骑士那种，就是只是看到了喜欢的对象就有点过度浪漫主义要去追求，好像不太到这里，他已经比较像是已经超越了，已经 beyond 到那里，确定到圣杯八，因为它8后面就9跟10，只是两个阶段了，这已经是算进入了很好的阶段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桃花的好运气，其实你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月的。如果你有感受到，其实你可以把握一下，享受一下当下，先不要想太远，就先享受一下当下的局势来，我想再问看看说，能够产生这个桃花好运的具体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好奇一下，我们来探索一下。
权杖九，权杖九其实有一个稳定的火的能量。我们不要被它有一些关键字影响，比如说他说有点像是权杖九在某些意义上比较像是说他已经忙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好累。他为了要守护自己已经拥有的成就，他已经很累了。然后围棋，你看在这个图片像是围棋一个墙壁，有点保护自己，我不动了，我就是。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这个，因为它这个连贯下去比较像是说这个火能量啊8根嘛，9根，因为我想到前面就像慢慢的燃烧起来，它其实内心在燃烧起来的火焰是蛮大的，而且以我们这一题什么恋爱好，实际上也是在探测一个桃花的能量怎么发展下去，在这30天，你看到慢慢发展下去，慢慢发展下去，慢慢发展下去。这个它的水啊，你看水跟火，一般来说水的能量有时候会让火能量交袭，但是我们运气非常好，我们非常 lucky， 在这个时候，它是背对着这个水能量过去寻找出来这样子的一个9个权杖的，表示这个热情这个内在的热情丰沛度是很好的。好，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这张图他离开了情绪的这个，他看的是什么？你看还有一片稳定的湖泊，表示说它是属于一个情绪是稳定的，却有丰沛的热能量它正要发挥下去。然后火这个能量有的时候就是说它很快就会烧完，它是一个很快就烧起来，很快就没有的。可是有9，表示它烧的持续性还算蛮强的。所以这个月这30天你会遇到的桃花好事的能量，不会一闪而过，不会就这样很快的过眼云烟，没有，它的那个燃烧持续性还蛮高的。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章，这一章是探索这一个桃花能量有多强。如果它这个持续往下探索能量这么强大的话，我想它原本的助燃的媒介燃点，或是它用来燃烧的媒材媒介的能量都算不错的。它能够稳定的在燃烧的核心燃烧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选到海獭的朋友，再回到海獭这张，海獭这张它就讲的是一种内心的平静所带来的祝福很吻合后面这是一个很稳定的热情正在慢慢的燃烧起来。在这个月，这个桃花还算不错。如果你有接近它，或是感受到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接受一下原本自己的一些心防或是之前的有一些感情上的挫败，或是不如意、不如自己期待那些东西，先抛开一下，先试试这个月。我们不要期待太多，不要美化对象，不要美化你的那个遇到的好事，或是遇到的来的人，也不要把它想成什么不请自来的，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好的好运。我们当成是我们人生经验中不小心出现的一个不错的火花，我们先把它看成火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燃烧持久的一个火焰或什么萤火家里那些什么东西，不要让它想成那么燃烧那么久。我们先从一个初步的角度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不错的桃花。我们先享受它1个月，因为这个现在时节变化很大嘛，又是12月跨年，然后再到过年、中国节气、什么圣诞节，这个转换其实蛮大的。然后像1月，像很多东西会先淡下来、冷静下来，这个转换其实跳幅蛮大的所以平静在整个一个这30天的那个桃花来说还蛮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影片是所谓没有时间的，你在不同时间来的人，你刚刚这一段我所说的这一个时节跳跃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先略过，因为你当下看到影片的时候，也有它当下的一个时间的跳跃变化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时段。好，当然我现在因为我在这个时段里，我会对这个时段的感受是最强的，来，然后最有感觉、最有心得，所以我就先把它提出来。目前看来，这个桃花好事的能量蛮好的，也算是蛮有热情的，蛮扎实的，这情感是丰沛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塔罗牌要来提醒我，不能说提醒了，要来诠释一下这一个桃花好事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多面向性再来抽一张看看，一样，这一张宝剑6宝剑6跟我觉得对我来讲，宝剑6跟圣杯8其实差不多的含义，只是因为它这个多了比较多的理智分析，它多了比较多判断，而是这个是它对于情感上的吸收消化之后，它才选定了下一个方向。这两个都有一个看准了下一个方向，未来而往下前进的。然后这个是往比较光明面的，这个是往已经都协调好的阴阳已经融合，谈成一个平衡的方向走去
而且他，你看他前面这里也有2个人嘛，小孩啊、老人家什么的，表示他其实是就准备好了。像这个他背上背的包包都是准备好了，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身体的一些负担啊、责任都已经准备好了，他有能力保护，有能力带着他们往下走。这2张牌其实当然是一样的啦，没有什么特别多不一样的，比较像是说再来提示一下，他这一个决定更多的是他的理智面，就是风向的嘛，那种错综复杂的理智面跟分析能力啊，那个东西他已经经历过了，已经过了，所以他不算是只是为了背离他的情感面的复杂性而过，他其实理智面也已经有考虑过了，他才决定要往下那一步。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他提示说，那个桃花来的时候，并不是随便乱来的，这次都是已经很多都是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桃花的气场，这个桃花的好运，它都是已经准备来，才在这个时候出现，好吗？那你只要准备好你的热情跟你的好的回应、善意的回应，让这整个桃花的意念强化。我们说解牌和占卜，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要找答案，我们要的是加强我们的意念。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已经可以推测到那些感觉，说明感觉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只是我们来占卜说，是我们要把那个多视角的角度探索出来之后，强化我们的意念，好吗？强化意念，吸引力法则就会启动，它就会启动，让你更加显化你愿意去趋近的那一个结果。好吗？就像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就是希望有好的桃花嘛，然后桃花里要发生的是好事。好，那你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将要发生，以我们的这个探索、推论、占卜之后，发现，哎呦，我们已经趋于发生于那一个好事了。那我们就把意念增强，好，确定，然后把意念增强之后，让它发生的更快、更稳定、更扎实。好，我这个牌先放旁边，我今天想要用小牌来做一些小小的补助。来，我本来是想说都控制到15分钟，看实在太难了。来，这小牌哈，来看看小牌一张一张抽，看能不能抽到第3张，能够让小牌来更多的祝福跟诠释这个桃花好事到底是发生什么呢？好，那下一张，好，就抽来。哎呦！结果是权杖10，权杖9了，又到权杖10了。这个火是烧得很旺啊、一般权杖10啊，很多人会直接解释到负担太重，然后要放假什么的。没有，你要看整个流程，这里没有在讲什么负担太重的，桃花都要来了，哪来什么负担啊？这个也不是我们去争取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自己来的好运，好运也没有好运自己来，哪有什么负担呢？什么时候好运来？好事来，你会感觉到负担？礼物太大吗？那我最多就是能体会到礼物太大了，负担不了，还是太过热情，你承受不了。所以我才说，我们前面要准备好我们的好的善意的意念的回应啊，因为这个火能量很强啊，当火能量很强之后，表示它确实有一个很澎湃的东西要过来了。那我刚刚就说了嘛，我们准备好这一个善意嘛，我们准备好这一个意念嘛。我们可以当做这个旅程、这个经验是用来强化我们的意念，我们强化我们想要得到桃花好事情的那个意念啊，对不对？相信火能量哈，相信火能量，火能量出现了，很好。来，我们再抽一张，来，哦，就是一个挖掘内心的啦。我想这张牌比较偏于提示，好。如果以呼应我刚刚前面讲的，我们要让它逻辑是故事发展下去的话，确实这张出现的时候，有比较像是我刚刚这一张出来的时候后面讲的，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被这些可能很强大的火、很强大的热情给吓跑了哈。你也不要突然背离了情感面哈，或封锁起来哈，用理智面去想这一个桃花好运发生的时候，不要变成。好事来了，更多好事来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来说，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好事？运气不可能这么好，什么之类的。那时候他就是来了，我们就放宽心哦，我们放宽心，好好的接受，对不对？这个很好啊。好事不会常常发生的，尤其是这种有的时候恋爱，哎呀，这种桃花真的是不容易，求之不得。
我们就好好的面对哈，不要想太多，好好的观察，好好的享受。反正我们现在推测的是1个月，这个月就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好好的观察，享受到接收到我们觉得欢乐快乐的那些善意善念，然后给对方回馈。目前这样就足够了哦，这30天这样就足够了，不要想太远哦，已经很好了。来，再一张，记得这个提醒啊，不要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封闭自己哦。敞开心房，来这一张。钱币6呢，制造美好回忆。好的，这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记忆，但它会不会是只是回忆，不知道。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这个月会有一个很好的过程哈。它会让你成为你人生中一个不错的、欢乐的、不错的回忆之一，但它不一定是终点哦。这里没有看到终点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张牌，这不算啦哈，这不算是欢乐终点。就是说，它没有一张牌让我觉得就到这样而已了，没有，它后面还有一些可能性。我觉得它还有一些20-30%的可能性。就是这里的牌组目前讲的讲到80%，这个月讲到80%，都讲了几天了，10几20几天了。都讲了20几天了，还不够吗？很长了一个欢乐的过程，不错啊。可是它还有留给一个20几天的可能性呢。sorry，20% 的可能性呢，15%到20%的可能性呢。哇哦！如果以30天来算的话，所以我现在只有抓到可能就到15、16号吧。那如果到过年2月以前，那还有2个礼拜，还很好啊，可能性还蛮高的。再翻一张好了。哇哦！就不给了，钱币7 6 7 6 7 6了又7了 ，OK， 等收成，欢乐回忆等收成，都是好牌，没有什么好讲，没有什么好，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可以讲？应该是这句话，不是说没有什么好讲，这个态度跟方向感是错了，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可以讲，很好啊，你看这个 baby， 他都笑了。收成，等收成，笑了，等收成。你看，如果硬要，我真的觉得有不好，但是可能那个不好就1%而已。我就觉得我感受到就1%，起不了作用的1%。我硬要啦，好，我们不要太全面乐观，还是要一点小小警惕。因为我相信看牌的人，有些人可能比我更理智一点哈。这么一点点的不好，就是可能对方太热情，可能这个桃花太热，好吗？太热。然后对于现在很冷静的你来说，可能无福消受。无福消受这句话又太重了哈，可能措手不及，好吗？有没有福消受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你能够消受，你能够享受，但会有点措手不及，措手不及可能是你这个阶段唯一的麻烦哈。那各方面理智没有来判断这个人好不好啊什么，我觉得在这30天先不要想，因为这30天我也不希望你马上投入进去这么好的一个好事。我们在这里观察、享受、游玩哈，一个很淡的，大家先初步的去明白这个桃花是什么回事，先往比较好的、全面的往比较好的正面的意念去培养起来，强化这个正念好事的意念培养起来。好，先把这个初步的培养起来，稳固起来这个好的观感比较重要。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30天的桃花好运的重点哦。好，给大家带来希望、好运、领取好运才是这里咱们占卜上解牌的重点哦。不要错过哈。再来，我想抽卢恩卡好了，因为平常会抽这个卢恩卡，我在这抽卢恩卡来给你们2张好的祝福跟建议，这里就先放。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哈，明确发生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时候，注意2个点哈。来，先翻一个轮，那是 Divas，这个比较像是说尽量有保持动力，你看这个向上的符，保持动力哈，真诚一点，这里都写，这里中文提示很多啦，这中文提示是最前的，它就写嘛，真诚啊，更高的善良啊，胜利、热情、正义、动力，总归讲它就是一个往前走的哈。的 Divas 的更多仪式，我想一下哈，看一下我的笔记，没错啦，就是就已经很多了，就是我前面都有讲啦，就是你要保持那个热情嘛，往前，然后那个善念要集中。你看这边有更高的善良，好，
要保持下去，这是这个阶段需要很好面对的一个很好的态度，跟你内心保持的一个质量哈，跟你的品质。这个品质我们不要太多猜测，不要一看到人就对别人做一些太重的武断，或是用你过往的经验产生了某些偏见哈。很多人内在各个方面的品质，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挖掘，慢慢的你会对他的外在跟你前面的那些误解哈，才会有点转换。而且这样对任何人才公平嘛，因为我们也希望别人这样看我们嘛。我们有时候我们表面首先表现出来的，可能都不是最真实的我们哦。好，我们只是为了某些安全感跟自在感而表现出来，对方可能也是啊，所以我才说这30天我们可以尽量的依着善意跟正念，好，你看更高的善，好 ，Diva 这样的更高的善意跟正念要正直，好，不要太多猜测去处理这件事情，去享受，我觉得这就是享受了这个月30天这个热情，再一张好了，哦。也是。你看他这张就是 Verde， 不要太多猜测，因为他就觉得不确定性嘛，也不知道因果是什么。你们这边写个接受 accept， 就接受啦，我们就接受这些位置不可，就享受这个30天，因为我们的预测就30天，我们不是算什么3个月、半年哦，没有那么久，即使是半年，也可能会有后3个月比较不明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当下 YOLO 那个概念就要出来哈，这30天，因为我们要的是这30天的好事发生，好事发生，好事发生，讲3遍哈，让年历意念更强，好吗？那么这就是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大多是好事的成分真的很高，祝福你哦，记得要用更好的意念跟强化你的信念哈，让那个心理法则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讯息跟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强化它，让它趋于完成哈，让它显化的更成功，好吗？这就是选择1的朋友，祝福你，记得到后面去领取好运哦。来，再来是选到第2，选到蜥蜴的朋友，你看这蜥蜴画的特别漂亮，我很喜欢它这个蜥蜴，没有让人觉得画的非常有距离感。好，来蜥蜴，然后加上猪笼草。首先，猪笼草的意义是代表无忧无虑。好，然后蜥蜴呢？蜥蜴这个其实它这个里面的解释是说，它有一种很坚强的生存意志力。好，它能够解决困难，面对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它解决不了。因为有些蜥蜴它可以断尾求生，而且再生长出来，有点像是塔罗牌里面的死神牌。我们会。怎么讲严重，你就死过一次之后再重生。可是你要知道，那个重生非常的好，它能够重生一个全新的你，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然后呢，它这张牌下面英文哈，它有所谓的停滞。它这翻译，我觉得它用停滞，我觉得它有另外一层意义，更就是很像保健室啦，就你安静下来，或是女技师那个概念，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收获太多了，你现在心思已经非常混乱了，很复杂。但是不见得都是坏事，就是很多好事哈。你看需要停下来一下，整理一下再出发。因为我们不是说这个叫阻止你停止下来，而是说你要再出发，你必须要冷静一下哈，整理好，我们就会有加倍的能量，可以让事情事半功倍的，然后再出发，好吗？这就是选到第2期的朋友，一开始就动物灵的祝福哈，你可以先接收，然后我们再马上来翻牌哦。好的，当你接受完了动物灵这个启示哈。他在告诉你说，你这个内在丰沛的能量需要停止，整理完之后再出发，然后把它发挥到最好。所以我用了比较亮的塔罗牌来帮你抽这30天的桃花好事是什么？好，我们来确定一下那些桃花好事是什么。来我来洗牌，这些牌都不是，我会看背面看出来再抽到，这都真的是随机抽到，我就立刻用直觉去解释哈。来跟你一起探索，来增强我们对于显化好事情的意念。好，来。第一张呢，我想要翻出来的是想要告诉我这一个桃花好事的能量有多少？好吧，来，你看到这张，你吓到了，我也吓到了，但是我的直觉不是坏事，好吗？它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个蜥蜴牌完全一样的内容，它就是有点像是内心的混乱、跟挣扎、跟复杂性，已经太丰沛了，太充沛了，我们真的要停下来去整理一下，才让好事发生呢。所以它这个如果要移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在想哈，它这动物卡跟塔罗牌都叫你，你准备一下哈，准备一下，面对一下，
那个桃花好事要发生前，你准备一下，冷静一下哈，把你之前一些琐事、心情上或是感情上不顺的东西先抛弃，冷静一下，不要让它当成你接下来30天的困扰，不要把这个困扰带去哦。这个牌我得到的讯息是这个，它不是未来进行式的那种情况，或是你当下没办法解决的，而是你现在有这个困扰，跟西牌所带来的启示这两个连贯了耶。因为我要抽这张牌之前，不知道前面是我们用的是西牌啊，不是吗？那它连贯下来的话，它确实在强化一个意念，就是你整理一下哈，你准备一下心情哈，冷静一下，保持冷静。前面那些絮乱、混乱的东西整理一下，不要让它影响你未来的好事情要发生，不要让它成为你后面好事情发生的阻碍哦。目前得到强烈的讯息是这个不要！来，我们来看下一张。下一张我要问的是你的这30个天，接下来这1个月了，你的这个桃花的能量有多少？来，Hello， 圣杯骑士，你这能量真不少圣杯骑士，你可以直接说这就叫做罗密欧。我们看到这个，我脑袋就浮现罗密欧。你看罗密欧的故事，我们讲的是30天哦，我们不要讲他整个大故事，我们就讲这30天。罗密欧一开始遇到朱丽叶的时候，你看那个热情如火的感觉，那是不是他的超级桃花？那是他的超级桃花好事。我们先不讲后面，因为那都是太多人干涉之后才变成比较没有美满的故事。那它毕竟还是一个悲剧里面很美的故事之一啊。你知道有我们爱情爱情虽然我们说的这个叫桃花好事，可是爱情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的悲剧成分很重啊。我们在向往其中那个悲剧成分呢，有的时候太过开心的时候，然后在这快乐之中。喜悦之中有一点点的眼泪丢出来的时候，那个浪漫程度跟那个美好程度加倍。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有认真的感受到其中的那些感动，它触发了很多不同面向的心思，有快乐，有喜悦，还有一种不安、舍不得，对于未来害怕失去的那个想象，然后流下那一滴眼泪。那个眼泪是冷是热，我们不知道，好吗？那个就是所谓的悲剧性质。所以罗密欧牌出现啦。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我更加觉得接下来你遇到的这一个桃花好运是很美的，因为水能量加上这个能量因为这个宝剑9这个能量对我来讲，它其实背后有产生非常多的水能量，它不只是风能量，因为这个角色在哭，他哭出的时候才在绽放他的水能量，这是我对这张牌的别种解释。因为我看过很多牌组出来之后，常常在水能量很丰沛的时候，这张牌就跑出来了。因为它比较像是，因为它在表示说这个理智上的混乱，已经让他已经想要抛弃理智了。他不想再被这么理智的东西在他脑袋产生这么大的混乱跟复杂性。他要的是情感面的知觉，所以他哭泣了。那可以宝剑骑士圣杯骑士出来的时候，我刚刚如果就讲宝剑骑士，抱歉其实我要讲就圣杯骑士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能量是正面的、正向的、有积极性的、有方向感的、很笃定的一个情感面所以我觉得圣杯骑士救了这张宝剑9的眼泪，他说不定就是带着他的眼泪往前奔向下一个美好的恋情，美好的桃花好事，有没有？如果是我还蛮希望抽到这张牌的，这比较像这组牌了，这比较像的是目前这里才抽到第2组，因为这很像那种我总算过了某一些困难点，而有一个骑士来接我走了，和那个美好的新的桃花，好桃花来了，而且是用这种骑士的概念来，哇，蛮喜欢这个发展的，而且这个是你的能量你的能量散发出来，这也代表着你的魅力这也代表你的魅力你的魅力，毕竟我没有要去找它到底是确定或是什么东西阻碍什么，我没有要走这个方向，我要走的是我们要确定这个能量，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牌组给来的这个能量的启示跟探索性我们要把它强化到让它去显化这一个桃花的好事情发生目前看起来这个发展是蛮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看看说这个能量能发挥到什么样子的情境还是说会是什么样的？不是，我想要让他想象一下这30天这能量的一个情境，让他构筑一下整个立体起来来看一下他能够给我们什么方向。哇，好啦，结果出现了那个钱币国王，
这么大的好牌，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这钱币国王就扎实性、稳定度、成熟度都很强，表示这一个出现的对象，不论是没有性别分别哈，是成熟的，是你期待中已经成熟的样子，或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个比较成熟的感情模式、感情形态，稳定的，这个是非常稳定的，稳定的情绪，稳定的人物出现哈，而且这个稳定还是属于物质面，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的稳定，不会有太多的脾气困扰、情绪困扰的那种稳定的恋爱，桃花情况，所以这个你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个我刚问这个那个圣杯骑士，我问说，你的能量，我说的是你的能量哦，而不是你的状态你的心态，这我没有问到你哦，我说你的能量所散发出来的那个气息是属于浪漫气息很强，所以你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个桃花这个情况，确实你这个魅力绽放出去之后，这个很稳定的人会看到你，他会来。只是说这个阶段30天后，我们先不要把它设想说这个是个稳交的对象，或是他就是你的超级正缘，你会在一起很久这种，我们没有要这样子想事情哦，因为这个感情阶段还是有一层一层非常多不同的层次，随便讲都可以讲到200层，知道吗？你可以甚至把它讲成2000层，事情都有多面向的层次。我们不要只是什么一条龙追就哇，就什么故事都发展成一样，没有这样子。我们要一层一层，每一个层次好好的看，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了解，好吗？好好的沟通，好好的交流，好好的交换心情，交换心得，交换心理的字句，我们才可以让每一个层次更稳固，更往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地方发展。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爱情事情，无论是暗恋，暗恋被人喜欢，被人告白，自己告白，失恋了递情书，然后看着喜欢的人被别人抢走，看着喜欢的人喜欢别人，这种都是爱情经验，并不是说你交往了几个才是真正的爱情经验。没有，这都是我们一辈子开始感受到爱情之后，就有非常多的爱情经验，更包括在我们听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我们知道非常多的爱情经验之后。其实我们会慢慢明确到我们自己向往的是什么。当然了，你要确定你自己真的要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每次遇到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向往，会有不同的需要，也才会挖掘我们内心的需要，懂吗？可是我们至少知道，好的爱情、好的恋情发展应该是往什么方向走嘛？第一，至少是不是要稳定？第二，是不是至少要情感丰沛？这很基本的好，稳定。也有情感的，也有丰沛的情感，这个才能够连接起来嘛。这个桃花才会有很好的发展故事啊。我们要让他把故事往下写下去哈。再来，再抽一张好了。我想再立体化一下，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整个场景跟情况呢？如果遇到了这个人的时候，哇，这个人最好是给了一个钱币10，这个已经是一个圆满。你看这个上面的人在笑，都在笑，对吧？什么有夫妻啊、狗狗啊，看着老人啊，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完整，就是整个就是已经很好玩的结局。而这个是卡巴拉生命之树的形状嘛，好，它这10个钱币基本上说所有的指点都已经完整了，很稳固了，所以才会在钱币10出现。比方说这张牌就是一个美好大结局的牌，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了这个桃花的话，初步其实是很好的，初步的结果都还蛮好的，而且是稳定的，你可以信任的。你除了这个的话，这个结局真正，因为它出现的是钱币10，它就表示说这个是个稳定的结局。如果它出现的是圣杯10，我会把它形容成它是一个浪漫的结局，但不一定稳定哦。因为浪漫的结局就像前面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它虽然是一个浪漫的结局，可是它是走向悲剧的。但是如果是出现钱币10，而你的圣杯骑士的罗密欧是出现在前面的话，那不一定表示结局不一定会往那边发展，而是往安全的、稳定的结局发展好。然后钱币10出现了很多好象征嘛，我喜欢看到钱币10出现的时候，因为它的神明之书是排列组合完整的出现的，而且都是用钱币来表达这个图像，图能量很强、很稳定，有点像是钉子把这个快乐结局钉死了，不要钉死了，钉死不好听，就是钉住了、钉稳了哈，把它钉稳了，在这个整个情况，有点像是这30天这一个桃花的事情，像是稳稳的让它发展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好事。好吗？
所以你这个30天遇到不错的桃花情况还蛮高的，不一定是高，还蛮好的。好，你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旁边会出现什么样，有没有这种能量的人出现。好，要做一些互动，毕竟它这个能量是说你是圣杯骑士嘛，表示你要绽放一下你的魅力。这30天你要不要吝啬的绽放你的魅力，把你的优点各方面都把它释出出来，尤其是你的浪漫程度啦。因为圣杯骑士它有一个很直觉的关键，就是有魅力的人，很有魅力的人。好，所以这个是你的能量，所以你这个月好好的让自己的能量绽放出去。你能要多一层打扮啊，多一等自信啊，不要做作，这里没有那个部分哈。我想你也不会啦，会抽到这个人，我觉得你也不是算很做作的，因为他没有什么比较心思黑暗跟转折的讯号没有出现。反而是比较多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东西有出现，但我不想在这边强调它，但有，因为第一张牌有啦。但是我觉得你会过，因为它圣杯骑士一出现之后，我就觉得这些我本来的小第一张牌出现的疑虑就化解掉了，然后再出现这2张的时候，那些疑虑在我心里中都不重要了。就像我跟其他人留言的一样哈，有很多牌面出现的时候，有些疑虑我是看到，那我为什么不讲？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整个故事的张力有没有需要忽略那一点点疑虑。因为很多故事有的时候坏事发生的比例在一个电影里面并不重啊。为什么不重？因为好事的能量太强了，坏事再怎么坏，它没办法成为第一配角，它连第一配角都拼不上的坏事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忽略啊。像这一组牌，我就是有这个感觉。钱币10啊，追求稳定的人，你们会看到这个啦。所以这30天，这个桃花的好事是真的好事，而且是个你值得信任，你可以好好体会一下的。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这个就是初步的30天，30天我们没办法达成什么很高远的梦想，但是我们建立好一个很好的初步体验，还蛮重要的哈，这还蛮重要的。再来呢，整个情况大致我们了解了，我们要来看小牌。为什么说要抽小牌呢？因为小牌的乐趣就在于，因为每个牌组的相处的能量不太一样。当我开始抽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像是我的工作室里面的不同的室友，他们有这个不同的意见，但他们的价值观向往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就像那一天，你看我其他影片，有一天我不小心抽错了别的牌组的的牌，然后却抽出关键词，表示说原本的牌组他不愿意把那个关键词讲出来，然后我在别一个牌抽出来，最后才发现说原来更多的好事在其中发生。好，所以我想让他们中产生一些化学作用，产生一些火花出来，好吗？所以我抽一下这个小的，这张牌这个非常多颜色、非常热情的牌很适合在今天这个题目上。那我想问他的是，叫他帮我形容一下这个好事的整个情境，跟前面差不多啦。好，帮我增加一点丰富性好吗？我还没有要抽掉出来不算。我增加一些丰富性。来，吊人牌呀，这么精彩！吊人牌，我想应该有很多人看到这张牌就开始有点担心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吊人牌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不动啊，不动，我不要做任何事情了，麻木着，吊着。可吊着的时候，你发现吊人牌其实有一个东西有出现，很多人不相信它有，但我就是相信它有一个自在感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让人受控于我们吊在那边摆动，自由摆动。为什么？有时候你可以想象吊人牌，它有时候吊在一棵树上，不知道什么树，任何东西吊在那边，然后它在那边任摆动，它不一定是被牵就着或是束缚着，它也许在玩呢、他也在那边享受那个时候的微风啊、凉风啊，有没有？你仔细看很多吊人牌出现的时候，你都看到那个被吊着的人在微笑，而且吊人牌其实是什么？吊人牌其实是愚人呢，是愚人牌。愚人牌到这个阶段，他静下来了。他什么？他在整理，还是他突然觉得这世界很麻烦，有好多事情呢？他觉得其实这些坏事情，这些捆绑自己的事情，也算是一种生活里面的体验跟享受。所以吊人牌在这边吊着，在底下是说，
我体验到了很多不同的心得，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因为我反着看这个世界啊，我用另外一种逻辑看这个世界啊，然后我面带微笑，因为我知道世间的变化无常，所以充满乐趣嘛，充满有趣，充满惊喜啊。就满有这个启示，我很喜欢啊。它不一定都是束缚或是负面的啦。好，我喜欢这里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在这里出现的概念是说，你也可以比较按兵不动或是被动的方式去享受一下这个过程，因为发现对方那个产生这个热情的这个人还算蛮成熟，比如他好像可以给你非常多东西，可以非常给你非常多期待，但是意外惊喜可能没那么多了，可能都算是比较你期待中该发生的事，你希望发生的事会发生，意外惊喜没有那么多。好，不过也许都算在你意料之中，或是在你渴望之中的项目会出现，所以你会很满足。如果你要期待意外惊喜，我想这里也没有那么多意外惊喜的期待出现。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看准目标往前走，找到宝箱，就找到宝藏的感觉比较大。所以这个月的这30天的那个桃花好是比较像是你寻找了很长久的宝箱，被你摸到了，被你找到了，在一个意外的地方出现了你要的那个宝箱，头都是这样。然后，顺着走，吊浪牌在这里比较像是顺着走，不要顺着走，顺势而为的走，像被吊在那边，顺着风摆荡自在的在那里不要太多的挣扎，不要什么，就顺着那个情绪走。来，再抽一张，所以我才说不同牌表达很特别嘛，我们要去理解它其中表达的意义不要让关键字影响到我们判断，不要因为某些关键字出现表面上的关键字，让我们想到要把关键字硬塞进去，构成一个不太顺利的发展。好，来，哎呦，圣杯皇后在这里出现是要强调这一份情感的细腻度吗？所以他是在告诉我说我有点误解了，或是我少看这个人的浪漫。他告诉我的这个整个情况，其实是这个恋爱状况其实蛮细腻的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只是图像稳稳的在这里又有水，又有土表示这个发展还蛮多。好啦，我刚刚是不是说好像没什么意外惊喜？结果圣杯皇出现，告诉我说有意外惊喜，有意外惊喜。有很多很细腻的东西，有意外惊喜，有意料之外的惊喜。他听到我在讲了，不高兴跑出来，圣杯皇后来在抱怨小抱怨。有意外惊喜，有很多很细腻的部分，蛮吻合你现在的欲望你现在想要追求的那个部分。你希望虽然是稳定扎实，可是你还是希望有一些柔情部分。圣杯皇后出来提醒我说有。好了，我们相信他，我们应该相信他。来。有时候牌子出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讯号我会在心底跟牌子说：“你确定你要我讲这个吗？你确定这个时候是讲这个吗？”这样子就像这个，我深刻的感觉到刚刚说的被他打了个嘴巴，说有，你刚刚在说什么？有这样子，但也没办法，不能怪我前面那个图像能量那么强，但他好像在提醒我说，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强的水能量啊，当然是有一些意外惊喜。那现在再告诉我这个吧。好啦，但都没有坏事发生就是了。来，再一张，让我再让这个牌，再让这个牌多说一点话。这个那么亮干嘛？啊，宝剑侍者啊，这个宝剑侍者在这出现的时候就有趣了。来，我看一下我的笔记，因为我记得宝剑侍者在这个时候出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对。宝剑侍者在这里我发现他要告诉我们的意外惊喜是，你知道宝剑侍者每次宝剑侍者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不可能任务里面的 Tom Cruise 007那种，他们的剧情是不是常常会有很多惊喜？是不是？剧情发展下去，他们说剧情的转折有些惊喜，然后宝剑侍者的角色是什么？他们就是那好奇心很强，他们去探索，才把那些惊喜都挖出来啊。所以为什么那些电影不可能任务007剧情这么好看？因为他每次都会剧情发展都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所以宝剑侍者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果然啦，
有意外惊喜啦。就是整个牌面不是我自己想的那么单纯，因为我想的太单调，你知道，我想的太保守了。然后这次副牌在笑我，他要那个圣杯皇后跟宝剑侍者来告诉我说，有意外惊喜，好奇心重一点嘛。有别人的用心，这个人能力这么强，都已经出现金币国王了，然后整个状态跟故事发展都已经到了金币时了，表示这个人有能力创造意外惊喜啊，跟某些美妙的惊喜在这个桃花好事里面，哦。是这样子，没错，这个牌发展是这样子。哎呀，这是不错的牌组，你抽到这个，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来，一样哈，因为我第一组牌有抽了那个卢恩牌，这一组牌我再抽卢恩牌，来做一些不同占卜面向的辅助哈，看看卢恩牌告诉我们说，这个桃花好事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内容呢？哦 ，anxious。看到没？创意的火花，这个是那个天线，它比较像是说跟天空的连接哦，所以它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灵感来了，这个灵感会来，这个灵感会来，可能就跟这几个牌有点搭起来了啦。我刚刚我是不是嘲笑了牌子说可能没什么意外惊喜？你看你来了个反扑了，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些灵感会来啊，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有一些有创意的火花，看到没？有创意的火花出现了，所以是有，就讲对了，就是我们又讲到类似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些意外惊喜，你可以期待，好吗？好，来，我们再一次再抽一个，用这个好了，乌鲁兹，来开端。好，这个牌子讲有一个力量啊，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故事，就是他有把那个石柱，忘了那个北欧神话的叫什么，他把那个石柱推开，他有一个很强大突破新局的一个力量要发生，很符合今天的题目了，就30天的桃花好运会发展起来，因为它好像有突破了某种新关系，也可能突破了你的现在的单身僵局，或者突破了你原本的这个困境，思考困境。好，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直觉，因为看到这张牌，其实这个牌有太多解释了，好多解释，但是我唯一能感受到最强的解释就是说，你整理好，因为我们当初翻到这个牌之后，后面的牌都还没翻出来嘛，所以第一张翻到这个牌的时候，它不是在中间发展的剧情，它像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给这个牌？你要仔细想哦，一开始为什么要给这个牌？表示我们要做了什么准备？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就是把你整理好之后，我们才可以面对后面的好事啊！我们不要再带这些负担或什么困扰的这个放开心胸放下了。放不下就先放着，好，等后面的好事发生之后，我们自然会强化自己的意念来消化这些坏事。先放着，我们先让好事在后面发展。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最后突然这个 Roots 告诉你说，它是开端，生活上会有一个新的变化，这里有一个机会出来了。它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强大的力量去开启了原本阻挡你的一些阻碍。这里就讲了，也有出现，连那个卢恩牌都有提醒你回到第一个点。我们不要忽略，因为讲了太多，可能忽略掉第一点的提示，他最后还是在提示你，要你回来注意一下这可能才是后面故事发展成功的关键。好，不要把前面的负担跟那些重担都带来，好吗？因为已经要进入全新的30天的新的桃花发展吧。好，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意念，让这个事情能够显化的更去完整。好吗？不要有自我怀疑。当你一开始怀疑的时候，吸引力法则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吸引力法则是不挑剔，也不跟你交换所谓的好坏，不交换。你心里所属、你心里所想的能量比例，好坏事的比例，在你心中，你相信愿望，跟你相信显化的，还有你跟宇宙许愿的那一个能量都在于你心里的成分的比例的分配如果是8:2，好坏8:2，那就是有8:2能量在发挥。如果是55，就是55所以你会让那个5的不怀疑跟东西会拖累你。不要这样，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强化这个意念，让这个好事发生。像我们今天翻到你选到这个，我们的知觉已经感受到有这样子的事情，这可能性可能要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强化这个意念，让它走向这里，好吗？刚前面讲了这么多，记得这个好事你要靠你的意念强化，让它趋于发生或是它要发生了，我们要让它趋于完整，好吗？不要怀疑，常常对自己心里说不要怀疑，相信的事情，心里提醒自己没有怀疑，不是不要怀疑，是没有怀疑，好吗？那么这就是选到2号的朋友，祝福你记得去后面领好运。来，接下来是选到
猎犬牌、狗狗牌的朋友，好，来，我们来先解释一下这个动物灵卡。一开始所带来的好运跟好消息会是什么哦？仔细看一下，这个是猎犬嘛，所以这个是梨子。好，梨子本身的一个花语吧，它算花语还是植物？就是说它所代表的一个象征叫做纯真的爱，很符合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讲说这30天你的恋爱好是什么？纯真的爱，一开始就是用这个祝福哈。然后呢，猎犬所代表的是什么？忠诚 （royalty） 好吗？所以这张牌哈很好啊，表示你看两个都是符合纯真忠诚，哇，就是一个很 pure 的一个开始起步。非常，而且这个画面，它没有画一个原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狗狗，因为狗狗实在太多种类了，所以他选了一个猎狗牌、猎犬牌。猎犬牌它要强调它所谓的忠诚度哈，或者看它一个专注度、对未来的积极性哈。在整个气场来说，一开始选到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来选到这个牌的朋友，先领取第一个好运哦。再来，我们来抽，好。这一组牌我选的很特别，这个是选位的叫做塔罗的 After 牌，就是说，原本你看到塔罗牌，它这张牌画的是下一步哈。用这个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我想要有点贪心的，想要知道我所看到的牌面的在下一步。这个时候我会有点贪心的时候，我就会用这张牌来去看一下哈。来，这抱歉，旁边有水管的声音哈，如果水管声音打扰你，请见谅哈。来，我们来抽第一张。第一张牌呢，我们都会先看的是说这一个好运的能量有多少。好，我们看的是能量哦，我们也是在看什么好坏。首先看这个能量有多少哈，别担心，任何一种牌我都能够帮你找出它的好运值。来，哦，一开始就给权杖侍者，权杖侍者今天已经出现第2次了，表示权杖侍者这个能量被我影响了，然后这个火能量被我影响，因为一般来说，权杖侍者出现的时候，通常我会跑出来我自己啦。因为权杖侍者其实也是算是射手座的一种。前面也提过了，再讲是没关系哈。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小丸子啊，小丸子，或是《汤姆历险记》里面的汤姆，然后也可以把它想成，也可以把它想成，反正你可以把它想成很多卡通里面那种勇于冒险的角色，领导者，通常都是主角嘛。所以那个权杖侍者就是代表这个，所以表示说这个30天的这个恋爱能量还蛮好的，它像是一个正在准备要燃烧起来的火苗。而且这火苗是很正向的哦，勇于冒险，勇于去往前走，而且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没有什么负担的灵魂。整个这个月的气场是这样，自由自在的、享受的，浪漫气质也很高。那我们再抽一张牌来看看你的能量是什么。我刚点这个哈，也是火，权杖9，权杖9又出现了。为什么今天权杖试着跟权杖9都打在一起？这火能量它就是要我们达到一个满满的实能量。我们不要被权杖9这个东西误解了，它太容易让大家误解说它是一个已经累了他已经付出很多火烧完了累了，停在那里做了一个权杖的墙，把自己捆这里面它要保护什么珍贵的东西，可是整个情况跟状态是累的。我一直都对这一个讯息没有那么强烈。这个表面大家所传统上的关键字那么强烈，因为我每一次权杖9出现的时候，牌面的故事都不是往这里走，所以我都不会觉得是这个强烈，我那么强烈，我反而觉得这个30天的恋爱火能量好强哦，这个热情很强，因为火能量比较像是说它需要一个燃点嘛，而且火是常常烧了一下就没有了，表示说火是比较像是热情进行的速度非常快的一个东西。可是出现了火能量出现到10根啦。而且权杖侍者的火也不是只有一根那么强而已，它还是有一个持续性蛮高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是10 plus 啦，10以上。表示说这一个整个的恋爱能量，这30天恋爱能量蛮强的，有持续性，但是能持续多久不太确定，但是至少已经到了9了，1、2、3、4、5、6、7、8、9，至少都到9了，这个火能量还蛮强的，持续还蛮够的，还持续烧着哈。一般来说，下一张我会去抽整个状态。整个这30天的一个情境的立体化的牌，来，我抽一张来形容一下这30天整个情境，我想要更知道、更立体一点，好吗？这个好了。哎呦，出现了宝剑8呀！
好，这不得让我去想一下前面为什么要出现权杖9了哈。好，这个提示出现了。我觉得选到这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似乎不小心带着你们生活的劳累感进去了哦。你们好像没有准备全然的接受这一个恋爱好事出现，当然好事出现大家都非常期待嘛。可是当我似乎有一点发现，来选这个号码的有些朋友带着一个你的相信值有点太低，你要提高一点。我们来算占卜的时候，你要把你的那个信念我们信念再提高一点来选不是最好不要啦。当然我也知道大家，我不会勉强别人，就大家都想说什么我们选一个号码来看会怎么样啊，也是可以，但是这个信念太弱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翻出来的东西，其实对于来讲是你的非常好的好事，跟我们要趋于好事发生的那一个方向的时候，可是我们当开始选的时候，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渴望意念太弱它那个整个显化，以吸引力法则的原则来说，这个显化的力道一开始有点太弱。然后这一组牌告诉我说，很多来选这一组牌的朋友，你心中的怀疑有点多，这个畅快感不够，而且似乎有带着过往的偏见跟经验进来最近的、附近的，有些挥之不去的感受一起进来咯。而且这一个感受比较像是你之前有一些的经验的分析的理论，或是小小几率的偏见，你把它带进来咯。你会不要怀疑那个好事要发生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在遇到有一些桃花发生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对方说这个人不够好啊，或者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开始怀疑东怀疑西的，在一开始就要出现说不要我现在先跟你说先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组只有30天，30天算是一个起步，我们希望它这个起步是好的，比较，我们要用比较正念的方式去迎接这30天，因为30天不会有确定什么太多的未来。如果30天这个人就跟你求婚，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是吓死了怎么可能？不要，那都不确定，30天的不确定性实在太高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比较开放的态度去享受这30天会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浪漫啊、奇妙啊、意外惊喜啊、美妙的东西。好。不要把你之前的你看原来这个疲倦感很重了，可是火能量很强相信一下这里面的火能量，那个热情度那个蛮高的，那个桃花的质量蛮高的，就是不是说桃花发生的几率蛮高的，而是说这个桃花出现的时候，它的质量跟热情蛮高的，不够不会很虚假，反而是比较多困扰的情境，就是疑虑太多了，内在心里的疑虑太多了，然后绑手绑脚的。这张牌本身就是有绑手绑脚嘛，而且是自我捆绑。不是被强迫性的自我捆绑。然后他这一个牌 F 特牌了，每次看到这一张牌他比较像这个人不太像是要去处决你的，他比较像是推着你去看看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把你原本拥有的直觉跟各方面的创造力分析的像风一样在空中可以穿梭的那个自在感，你为什么把它都丢在地上了不理它，把眼睛蒙住，把手捆住，为什么你不要你原本的这一些判断力然后封闭起来往内心去，只留下了一些自我的偏见跟少部分的武断来去面对接下来未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在这个题目来说，其实我有发现这个桃花的好事来的情况还蛮热烈的这个浓度有点强，因为一开始就给我这个至少它一开始燃起的火焰是蛮高的。可是如果到了你自己内心，到你面前这个桃花或者这个好事情在你面前要发生的时候你心里反射性的怀疑跟某些之前过往的经验的偏见或是经验的好心得，当然是好心得会影响你啦，你已经相信的心得你拿来劝别人那些心得，结果现在拿来劝自己，就让自己可能会有点错过了现在将要发生的好事会有一点点提高你错过的几率好吗？这里的提醒是这个，但你来听我的占卜就不会这样子把事情不会这样子直落下去了，我会帮你找出方法，帮你翻出来，我们探索整个契机点在哪里。来，我要问的下一个题目问好了是
对方如何？对方如何？对方是一个很不错、值得一个热情如何？这个人，我前面两组没有问这个问题，但因为前面两组发展的情况还不错，那这组我相信这个人还算是不错的关键点哈。好，来，这个人，哎呦，节制牌，我觉得你需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个人。这个人有能力在你的困扰间帮你达到平衡，而且他蛮有热情的，他蛮有热情的，他能够了解你，他能够在情感面理解你，然后他也可以在物质面去让你信任他，达到平衡。这张牌啊，你看这张牌节制牌，它其实为什么节制牌为什么是那两个圣杯在那边倒？它因为它是在把物质跟精神面两个在那边倒来倒去，它要让它达到一个平衡。好，所以其实原本节制牌的图啊，它是一只脚踩在水里，一只脚踩在土上，也是所谓的情感跟物质面，它要达到一个平衡。它这个这个时候出现，我问说这个人的 quality 是什么？这个人的情况是什么？他有出现，他是节制牌，表示这个人真的有能力去面对跟处理你目前对于感情上的怀疑跟那个。但是以这一题30天这个初步来说，我觉得你可以多一点点的去探索这个人的优点。好，把你之前过往的经验先抛在一边，当做是自己完全认识一个全新的人。而且你前面脑袋中的一些范本，对人的一些范本啊，无论是几个，无论是别人的故事或是你自己的故事，那些范本我们先抛下，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全新的案例、全新的角色，就是全新的角色、意外惊喜的角色、突然出来的角色，我们也不要美化它。但我们可以打开心胸，全然的去观察跟欣赏这一个人的优点，和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他怎么处理你，和他怎么跟你相处，和他怎么跟你互动。我们也可以被动一点，因为你现在的心态是往内缩了，所以我不会强迫你要太主动，你可以内缩一点，被动一点，被动一点，让他去发掘你有些内在心里的一些小小的困扰、困境、思考的困境。思考的困境我实在太常说了，因为我一直都认为来看占卜的人，通常都是在困在某些思考困境里，想要找到一些契机点。那我们来占卜解牌，就是我们要环绕，有点像扫描一下你的心灵啦，你现在心里的灵魂，帮你扫描到那些契机点，然后找到契机点之后呢，我会帮你提出我觉得能够增强正念能力的一个角度。对，我不会只是单纯就解牌告诉你说会发生什么事，那个太没有帮助的能量了。好，我们要有实质的在观念上或是意念上或是思想困扰里，我们要提出一些谏言，来让你去思考怎么去拯救自己，把自己拉出来。因为最后能拉出来还是你自己有那个力量，只能靠你自己出。然后我们这里只是在告诉你说，没有你想那么糟。所以我不会把牌解释得这么糟。所以呢，他这里就说，这个人我们去欣赏一下这个人的优点，因为毕竟他出现了，这个桃花的能量出现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期望太大，我们不会觉得说桃花出现了，他就一定是我未来的男朋友、未来的女朋友，他就是我未来的正缘。这30天我们先不要确定这个事情，如果他会往那里发展，我们再接受也可以。但是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要去享受一下这一个不错的情况或不错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被动一点，让他去为我们做一些事情，让他们去为我们调整一些事情。为什么要讲调整？因为这个是节制牌嘛。我觉得在抽到这一个的故事里，我觉得你心里的某些障碍啦，这个人可以面对，他可以面对你的那些，因为他自我已经达到某种平衡，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算是有能力去处理你。但你也给人家处理嘛？我说的是心情上，你也要去分享，他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毕竟他不是一个太过只是靠直觉跟情绪来去面对人的人，他已经达到自己的平衡了。说稳不稳定，我只能说他现在是平衡的。稳定这边没有看到，就是多稳定，像金币那种稳定，或是超级土的稳定。这里因为节制牌还是属于比较火元素，它不是土元素，它还是比较像是热情，有点鸡婆的想要去达到平衡，所以它其实是也帮你达到一个平衡。先达到平衡，我们再想想看后面要怎么发展下去。因为毕竟你现在比较内缩，的情况下，我们先把你拉回来一个比较正常的基准点，好吗？比较像是思考是比较没那么失重。是在负面那一边比较重，偏向负面那边比较重。先不要，我们先让他把你拉回来一些哈。毕竟这个人好像还是这个整个30天的桃花的气场还是蛮偏热情的，蛮偏主动性比较强的哈。所以这2张牌一起出来的时候，反而觉得不要围住自己啦，
先不要围住自己，我们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因为毕竟这一题确实是好事来了，我们不要让自己拖垮自己，不要让自己拖住自己，让自己错过了好事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个瞬间，好吗？来，这一张，我想再看看，再对于这个人的形容，再给我一张。哎呦，是圣杯侍者的话，我突然安心了很多，因为他跟你前面那个宝剑的那一个东西，我觉得有搭配起来，确实有达到节制牌的那个平衡，因为那个力道其实是搭起来的。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放心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因为他这个权杖侍者让我想到是小丸子，但是圣杯侍者出现什么？是小玉，知道吗？他们的默契是非常好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纯真、很初步的感情，很初阶的那种很纯粹的情感付出。所以当我刚刚又问了一下，我想看到这个人的更多面向，说他给我这张牌都表示说，他这个人其实是很纯然的。如果他遇到你，他喜欢你，他是可以纯然的为你付出，可以去很认真的去理解你。所以你不要再这样子，你只要让他去接受他，因为他其实是很纯的、很纯然的，他也很有初衷的。他能够让你们两个的感情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发展下去，好吗？想想你跟开讲小丸子跟小玉兰那种友好的程度，多好，多珍贵，多执着。都在友情上面，如果是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其实你这个桃花来的是蛮好的。只是牌面台面急着桃花牌急着提醒我说，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旧问题来让你错过。我觉得是他在提醒我，不要让你错过。因为权杖跟宝剑都围起来两道墙了，好像就是在告诉我说你围起来了啦。他除了热情之外，他还是所谓的有墙，然后围住了，围起来了，把你围起来了。如果你把你自己围起来，你可能看你的视野当然就变小了，那你很容易就错过这个人，就在一些小小的瞬间错过了，可惜。来，我来抽小牌。好，今天前面你选的是猎犬，所以我们用狗狗牌来抽。来缓和一下，这刚好也可以缓和一下刚刚有一些小小的紧绷的气氛哈。来先抽一张来看看狗狗牌告诉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为什么要有大牌小牌？因为每个牌它的性格不一样，因为它比较我把它们当成是我们工作室里面的室友啦。然后他们每个人表达事情，同样一种表达事情的方法不一样，他会拿出不同的牌来表达。然后我会看一下他到底要表达哪一个切入点。来，小狗狗牌，这个有。连宝剑侍者都出来了，到底是要提醒我说，要提醒多少次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情感发展的开始？因为侍者出现的时候，就那个纯粹性，那个 pure， 那一开始初恋的那个纯粹性就会出现。而且他试着出现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对未来的发展有无限可能性，而且都是正面往那边好的出现。你看这狗狗多开心，咬着飞盘，而且应该说圣杯侍者比较像是一个初恋啊，你就把它讲是一个初恋的，这个很好的你的第一个情人。然后那个宝剑侍者像什么？它很像一种年轻的新风气，就是说，现在的一个老旧的风气，会有一个很棒的新风气，一个新气象跑出来，新气象。所以你如果困在以前旧的事情的话，不妨相信一下这一个桃花来的时候，它会带领你到了一个新气象。因为确实，宝剑侍者就是带来了一个所谓的年轻新气象，就是一个很新的气息出现嘛，很新的阶段出现啊。我们要相信他的那一个年轻气息，宝剑这年轻气息，因为他可能他不是代表说幼稚或什么这个想法，他代表说这个阶段，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设在未来30天，表示未来30天的这个起步，
它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故事线吧，你的人生的故事线。所以，请你一定要摆脱前面的那些疑虑，好吗？那些经验过往在这里可能用不了哦，在这30天可能用不了，因为这30天的一个桃花经验，这是一个很好的好事情的经验呢，可能会影响你后面各种价值观、感情的价值观，或是会改变你对过往你的故事的想法哦。因为每个故事发展的时候，他发展的那个故事，那个以前的感情故事，或以前困扰发展的时候，它离你现在有多远，就会有多大的改变幅度。如果只是在最近的话，那你对于这整件事情的很多负面的想法，可能没那么快改变啦，它还要一点时间。所以我们要有别的事情去让我们用别种角度去消化原来在我们心里的那个事情，我们不能一再的都只用同一个角度去消化那个事情。如果你不去发展别的故事线的话，你没有办法再回头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角度，会有更广大的角度哦，因为你的身体经验不够。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得到的经验会比我们心灵快，我们需要更多的身体经验去影响我们的心理看法。好，所以我们要推动我们的身体能够去享受更多的经验，能够去体会更多的经验的时候，就是不要先把自己困住。既然我们已经摆脱旧的事情，在新的事情就要全然的敞开去接受，你才能够吸收到很纯粹的东西。这里已经3个牌告诉我们新的阶段来了，而且用3张牌来告诉你3种好心情，3种需要的年轻的心情去面对，3种新的心情去面对，已经出3个了耶，这已经算蛮多的了。逝者啊，宫廷牌的逝者在新阶段出现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视为一种新气象，很好的新气象，而是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这个新气象，好吗？好。然后宝剑逝者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好奇心，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你不妨把你的那一个好奇心扩大，张扬出来，强化起来，去好奇一下这个人嘛，去看一下这个人的优点嘛，他也许真的会给你很多意外的惊喜啦。我很喜欢讲意外的惊喜，因为确实人生啊，我真的很相信这句话，就是当你越害怕的那个方向，反而意外惊喜越多。为什么？因为你害怕，你就会怕知道嘛，你就会怕那里的未知，或是你已经设想它会发生，可是你还是未知啊，所以可是你会错过了惊喜，因为你把那个方向想得太黑暗了，像摸恐怖箱一样，恐怖箱会让人觉得害怕，所以我们把它设定叫做恐怖箱，你不知道摸到什么，但里面其实有意外惊喜啊。我们把它想象成里面全部都摸到恐怖的东西，但也许没有，里面可能有奖品或什么的。有些人就是善良，会在未知的地方，你会害怕的地方放了一些属于你的好事情，好吗？这就是我喜欢这个。好，越害怕的地方，我们越需要去探索一下，不要封闭自己。来，狗狗牌一个，再一个狗狗牌了。宝剑一样啦，我觉得宝剑就强化了这个啦，不要害怕。宝剑带来的就是说，你会突破啦，这个整个全新的局面正在突破中，一样就是去，在整个新气象，这局面正在突破中。宝剑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局面已经开始展开一个全新的啦，已经展开了。当这个桃花好运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展开了。我甚至觉得宝剑一出现的时候，它是比较像是告诉你说，你也没机会，你也没时间去在那边抽出自己的心机那些的，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在讲说，这个人其实蛮不错的，他会拉着你，推动着你去把你拉回来了。这个力量又强化了这个，觉得蛮好的啊。目前这个情况真的蛮好的，就差你，就差你，不要困住，这其实好事来得很好。来，不过这个好事比较需要你，也除了被动给他被动那个之外，但如果你发现这个发展不错的时候，你也回过头回来主动一点点啦，不要让它太累，不要让这个好事情发展的太累，不要让那个火烧得太快了。不是说烧得太快，你要让那个火，你要加点木材，加点你的付出，让木材烧得久一点，好吗？毕竟好事情来的时候，
都可以互相付出，让它烧得久一点，好吗？来，我先来翻卢恩牌，因为卢恩牌会给一些很好的关键字建议。我看看今天卢恩牌给你的是什么？哦 ，Drido， 他叫你往前走啦，他叫你走，行动，让他有进展。你看，有进展，旅程内在的旅程要沟通。Drido 意思就是他在那个轮里面，他的意思就是马往前行。他的意思是说行动旅行要往前走。他的意思是说你没办法在原地，你要往前走推动，跟这一样都已经新气象往前走，新气象往前走。今天的牌都这里都在告诉你说，你已经到了这个新的起点了，你没有理由不走了。好，不要被这些东西困住你。热情什么，让它烧，像火车一样煤炭，你就让你这把它当成是把这个火烧起来的你的那个煤炭木材，不要停在那里。好，该施加推动力的，你就推动，让这个不错的这个桃花这个好人，这个不错的人。好，他能够来协调你，能救你，你也帮助他推动一下，让这整个事情发展的更好一点，让这一个桃花的事情变成一个更好的事情，所以才叫桃花好事嘛，让它变成更好了。我们今天来看占卜，就是要让你整个意念更强啊！你明明就渴望这个是个好事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被自己拖住呢？不是吗？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他现在已经告诉你了，有这个人啊，有这个情况啊，有这个有，所以看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啊？你封住了就会错过了哦。你没释放出你的需要或什么，就会封住了，然后就错过了。然后罗恩牌就告诉你说，往前走，要进展。这30天让自己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往下走。来，再看一下罗恩还有什么？哇 ，Daggers， 那个是比它很常出现在很后面的时候啦。就是罗恩的时候，它比较像是算是一个连续枝头比较后面的一个符文。它对我来讲，它很像有点像，对我来说有点像世界牌，跟命运之轮混在。你有没有命运？有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让他在这里的话，如果是用卢恩2个字搭在一起，他意思是说，因为卢恩它就是牌的位置，它会做成一个轮旋，然后互相影响嘛。它是属于关键字融合的，所以它比较像是说，你往前走，你会去到更高的并且更高的意识，就是说你会成长，你内在会成长。然后你能够理解更多的事情，因为这边也有些理解，你能够理解更多的事情，然后让命运推动着你走，往更好的方向走，不要自己停在那里，不要停，他叫你走，不要停，往前走。好，不论是塔罗或卢恩牌，都有在告诉你说，新的位置，你要站在的新的起点已经来了。好，用各种的面向提醒你了。好，保持好比较全面的心，比较健全的心，在这30天，如果你真的很强烈的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人出现的时候，拜托放开你自己去接受这一切的变化，好吗？把那些旧的抛下，先抛下，没有叫你完全不要，先抛下，先体会这30天，好吗？这就是这组牌给你的。OK， 就到这，记得去后面拿好运哦，领取好运，谢谢。第4组的朋友选到小麻雀跟桃子的朋友哈，这张牌来，我来看一下这一个灵魂动物卡。就是这张牌算是非常浪漫的牌，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哈。在那个找到桃花好事，非常浪漫的牌。因为桃子呢，除了代表一些亚洲文化的方向来说，这个祝福非常有祝福意味。它本来就是祝福长寿嘛，什么？但是它在这种浪漫的情况下是有一种祝福的意味。祝福什么？祝福可能就是爱情的发展吧。然后，这样小麻雀雀鸟哈，它所小型的雀鸟代表的是一种优雅、美丽。有魅力的姿态，然后这张牌下面的牌意写什么？浪漫 （romance）。抽到这张牌，已经感受到了极度的浪漫氛围要出现了，还不错，这个开端还不错。我们来翻翻塔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吧？来哈，今天我们用的是这一副牌，颜色非常鲜艳的一组牌来搭配别人的小麻雀。那也不是小麻雀了，它只是一种雀类的鸟。来，好，我们第1张牌呢，我们要翻的是这整个未来30天的桃花好事的能量有多少，有多强？是能量哦，我们有在看好牌的好坏啊，好牌的能量有多强？
来摸一个更有感觉的，这个好了。哇，这是权杖五哎，这么热闹，这个桃花情况好热闹。这是今天抽出来的牌，让我第一个觉得这个桃花人数不是只有一位的牌哦。哇哇哇！前面抽的都是让我发现是一个桃花能量正在迎面而来。这一组第一个抽到的不是一个桃花能量来哦，因为其实这个权杖五的时候，至少就是5个火能量嘛。可是有的时候它不同的牌它并没有暗示着有不同人，或是有多数人、复数人，它比较代表是一个人面对不同的火能量。可是到了权杖五，它就会让我有比较多人的感受。来，我们先来抽的是你的能量哈，你的能量在这30天，哇，这能量算强的。好，虽然它是月亮，月亮牌代表未知不安，可是月亮牌有一种对于未知力量的强大，正在渐渐的影响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而且这张牌有时候很多人看牌的时候会被月亮所带来的那关键字所影响，可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看。它这上面还多出了3个动物，3个动物的动物能量很强大哦。像它这种一般来说会写是狗狗跟狼它有不同的动物能量，动物能量在这里，然后它会对着月亮叫嘛，那个叫的奔放的能量有出来然后它下面会放了一个，其实很多人把它形容成龙虾嘛，它其实就是在暗示它这个位置，因为它这张牌塔罗牌的时候，那个龙虾出现的时候，代表是一种未知生物、未知情况的方向感啦。它在强化未知跟不安的那个情况，因为它算是比较不协调的生物出现在这里。但是对我来讲，我们要讲的是能量这个时候你的能量，你心里的，我要把它说成说你心里的不安能量很强吗？有可能你要面对的这一个新的桃花能量、桃花好事来的时候，你心里好像似乎有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什么？好事来得太快太急，你不敢相信吗？还是又是冒牌者真红旗？好事太多，发现自己配不上。不要如果好事来的时候，我们要放开心胸接受。很容易，你知道，像这种题目很容易因为好运来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那我一贯都会劝大家当你感受到好的东西来的时候，先敞开心房去接受、去享受、去观察、去体会。去制造新的交流，去营造新的利基点。不要先拒绝，不要拒绝的那么快，这个是我很常讲的。不要拒绝的那么快，因为很多情况我们还没看下去，我们不知道下面的发展是什么，我们还没看到一个人的优点、优缺点。有些缺点也不见得是那么缺点，只是在你的角度上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优点，可能变成缺点。很多太快的主观判断，一个晚上看到这个人，我们就主观判断别人的好坏。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阻碍了你可能会有好的发展的一个契机啦所以不安寂寞这个方向的感受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阻碍自己的一个心绪啦。我通常都会劝别人说，不要被寂寞击倒，不要被不安击倒，我们要坚定一下自己的意念。我们今天来抽这个占卜这个题目，你会看这个题目，你就是心怀拥抱着要有好事发生的渴望嘛？那我们来看牌，我们就要让这个意念增强。我们不要管那个什么准不准，那个我们要的是意念增强，来让这个好事趋于完全发生。比较像是吸引力法则的，你心里的那个意念越强，它发生的几率就越大，成功率就越大，或是它发生的时候那个完整性就越高，好吗？那个质量就越强。所以呢，目前看到的是，你可能要面对的这个桃花复杂性有点高，好事的复杂性有点高，会是有比较多人跟你是好吗？或是你发现有好感的人好像不止一个你有好感或对方有好感的情况好像不止一个这是一个蛮多面向的牌然后你自己的心理不安跑出来了。这么快就这样子解释的话，我觉得不够立体，我来再继续。我希望塔罗给我一个比较对于这整个局势、这整个30天的情况比较立体的牌面出来。我不想要这么快就论断说是这么复杂的情况啦。我想要再更立体一点，来告诉我，再给我一张牌，告诉我这整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面向呢？嘞，这个时候月亮牌出现太阳牌，我该怎么解释？你看好，这是16嘛？不，这14是3，不对，
我怎么又看错数字了 ？Sorry， 我再讲一次。你看哈，太阳牌，这19，这18，它前面还有一个什么？17，前面这种星星、星星、月亮、太阳，它算是一个变化。好，星星牌如果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它这整个故事发展线呢，我们讲一个愚人之旅。其实一个塔罗牌就是像一个愚人的一个旅程啦，这个很常讲，没关系，我再重复一遍，就像一个愚人的旅程。通常来到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表示愚人已经经历过了非常多的事情。好，很多坏事已经发生了，什么恶魔塔牌都经历过了，然后他也认识了非常多重要的人啊，比如说教皇啊，什么女祭司啊，什么那些皇帝他都看过了。然后他再走到这里，星星、月亮、太阳，星星代表希望，然后他看到了不安，因为他对于未知的不安，因为愿望总是会带来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所以月亮牌出现。但太阳告诉你什么？美好结局会发生，这个终点会发生的，你要相信它。靠了什么？靠的是你整个旅程下来所累积下来的经验跟意念，意念才是最重要的。你当下所渴望的那个美好结局的意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出现太阳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牌的关键点在于你的决定。我看到的是你的决定，因为它这一张月亮牌的不安感，强化了我对于你内心无法决定的那一个执念很强大。然后当出现太阳牌的时候，让我发现说，你要确定，你要认真确定你的决定哦。然后为什么会出现决定？因为权杖5出现的时候，让我发现选择的这个题目跑出来了。好，所以目前看来，选到第4个朋友会有很大的机会，会是遇到比较不是只有一个的缘分出现了，就是不是缘分了，桃花出现了。当我们要让整个题目趋向于是好事发生的时候，你要有能力，或是你要够安静的去确定一下你面前所出现的桃花，哪个对你是比较好的，还是哪个是你比较渴望的哦哈。那你如果有很强的意念，或是有清晰的思维跟直觉吧，好，比较容易让这整个桃花发展成比较像是太阳牌所出现的一个好的结局。好，但是你要知道哦，它后面还有牌啊，它后面还有审判牌跟世界牌哈。它只是先让你到你要决定好，才会开始去比较好的发展，然后后面发展成怎样，还有审判牌跟世界牌哈，那个都不在我们这30天要发展出来，除非等一下我翻到。目前这3张是没有，现在比较坚定在于你要在你心里的不安，还有在面对比较多复杂的，可能桃花可能不是单一的啦，所以它可能有一个复杂的面向会跑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你的渴望啊，因为这种星星月亮太阳牌哈，它一个面向比较像是渴望啦，你心里的那个念想啦，你的梦想，你看得比较远的那个方向感是什么样子啦，它比较在强化这一个信念出来。那如果已经出现了月亮跟太阳牌，就更让我觉得你应该要想，你要在这整个比较复杂性高一点的桃花局势里，这样讲有点炫耀你这30天的桃花不是只有单一的，复杂性有点高的这个桃花里面，你要看清楚一下哪个才是对你的、你想要的、你渴望的、你想象中的那个恋爱模式、恋爱状态，哪个对你比较好？你要选择一下，仔细选择一下才会有太阳牌。太阳牌出现才有意义哈。不过太阳牌出现已经不是什么你选择之后才会有太阳了，其实已经告诉你说，其实各个决定都已经算不错了啦。但你要小心，你心里的不安跟你对未知感的恐惧，可能会阻扰你。会削弱你拥有太阳牌的力道，就说你可能可以放开手去拥抱太阳牌，可是因为你心里的太阳、月亮的疑虑跟不安感加重太多了，心里的杂音太多。你看狗狗跟狼的，其实它有点算是你心里的杂音啦，有2种杂音哦，精神面的、中层面的、疑虑面的。你看狼跟狗狗其实带有不同的动物角色，好，它有2种不同的声音，多种啦，在你心里造成你一些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过，如果你让这个东西发展，这个力道，月亮的力道发展的太强大的话，它会影响你后面拥抱太阳的能力，好吗？哦，你看太阳这么开心，不要被这个阻扰。来，我觉得还要再确定一下这整个情况哈。可以告诉我一下，他在30天
的这个桃花好事，他到底是要面对怎么样子的好事呢？给我一个立体一点。哎，不知道，有一个躲在里面的牌，这个，哇，哎呦，哎，这桃花为什么是旧情人啊？不要被我这句吓到了，不要被我这句，我觉得它混合了新旧情人出现。这个桃花混合了新旧缘呢，新旧人呢，新的旧的，这个好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全新的人哦，这个好事情有可能发生在你本来的原本遇到的情感还没有发展完全的情感哦，就是说，他不一定是你的前任啊，他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讲啦，太硬了。我不知道想说讲的是说之前没有发展完成的一种情感，可能暧昧的，今天才会成熟起来发展，或者之前有感觉的，互相没有表达，或是像我们 BAT 说的，这个人要跟你告白，可是因为这告白的能量不够多，我们彼此都会发现彼此有感觉，但是没有开启那一步的那一个人，现在进到了这个阶段，他在这30天会有一些新的发展，他会变成你现在的桃花出现。然后因为这一题是好事嘛，所以它是个好事，它这个圣杯6也是好事，是好事。好，但你知道圣杯6在别的牌组出现的时候，把它当成是说它是这个30天可能会是你人生一个很好的记忆、很好的回忆。但是今天这一题我所想到的却是之前没有完成的一个恋爱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牌那个权杖让我联想到这个，因为他人出现了是复数的，我就不会，我所联想到的这个，就是因为如果他不是权杖5哈，它是只有一个角色的权杖，我会认为这个就是个单一方向的，要往一个人的故事线发展。可是因为是权杖5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多线发展的。那至于多线发展之后，又出现了这个记忆牌之后，我就会让它当成是回忆。回忆表示什么？以前过往的好的回忆，因为这是好的回忆，所以表示说好的回忆也会在今天这一期30天的新的桃花阶段出现的话，表示它可能是你以前过往有不错关系的人也来竞争这30天的桃花哦，所以还不错哎。当出现，其实啊，这2张牌出现的时候，这整个局面就已经是很好的了，好吗？这就把它看成是火能量哈，这其实已经蛮好的了。我再抽一张好了，因为前面都抽什么，再抽一张好，我想再抽一张，再看清楚一下这30天的一个情况。哦呦，直接跳出来我也没办法。来，哎呀，证明了啦，这我证明了我刚刚的想法了。圣杯3，有比较多人来跟你竞争哦。不是说，我应该说，更确定是有这个桃花是不是一个人哈？出现的不是一个人哦。这个牌出现就是不是双人啦，3人以上，3人以上。我不会说就只有3人，因为这里出现这个不会只有3个人，它已经出现超过3个人了。好。所以你这一次，好吧，我把这一缸长话解释一下。你这个不安啊，可能是因为陌生的新人跟熟悉的旧人同时出现的，所以这个不安出现了。你的那个新旧经验正在混淆，新旧经验正在混淆。你对于整个选择跟桃花来的这个判断感受来的判断，有点新旧混淆了。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样敞开心胸接受新的，因为旧的感觉也回来了。不过呢，以我这边的建议，我会觉得你都把它当成是新的，都当成是新的。有一种感觉，我给你模拟一下，你把它想成这样：你会不会有时候认识一个新的人，刚认识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熟悉感很重，好像你原本就认识他，对不对？那是因为共识的他，可能跟你另外一个共识的时间里的他，你们本来就认识，只是在这个共识里，你们还是在定义上。在这一条单一的时间线里，你们定义上还是不认识，但其实你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是别的时空里已经是认识的，所以那个熟悉感会很重。所以你可以把如果这一次桃花来的是有一个人是你原本就熟悉的人，你把他当成是这样子的人，一个很熟悉的陌生人，你熟悉他跟他还蛮契合的，但是我这个时候还提醒你但是也许另外一个你不熟悉的新的人也是会变成跟你很契合的人记得不要把自己封锁住，也给他一点机会，发展一个新的，也许他会。也是很契合你的，然后你就可以判断说，也许哪一个才是你想要的，
也许你也可以判断出说原本旧的那一个你们两个人的珍贵已经拥有过了，好吗？好，但也可能旧的那个机会已经进阶了。这个时候你进阶，你可以接受你们要进阶的那一个，但更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不要讲更有可能，这比较值出来不好。比如说，也有可能这个新的人，好，跟这个也是有并驾齐驱的哦。应该说，其实我这一章这里我没有发现选择困难，好，因为我觉得选择困难好像不在你身上，比较像在别人身上，比较像在这个缘分他们的发挥，好，会影响你的决定，但。我必须留一手的说，没有一定要做决定。这一题30天的桃花好事，我们可以着重在让好事发生。好，没有一定要决定接受好事哦。我们让好事发生，我们可以享受这30天被人追求、被人喜爱的感觉，也是这个30天桃花好事的一个核心哦。因为我们想要享受这个阶段的一个快乐，好吗？我们可以到30天之后再决定啊，可以让事情发展的更多、更具体一点，我们再决定呢。交往就是这样嘛，不要一开始就马上就接受了嘛，因为你也没给别人很明确的自己啊，当然别人也不一定会完全给你那么快明确的自己啊，多一点时间探索对方的彼此的好、彼此的特点、彼此的惊喜，好吗？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嘛30天就发挥出这么多优点出来嘛，好，来可以啦，算是比较复杂桃花的一组哦。我也蛮惊讶的，来，他是我的直觉，已经知道这一组会这么热烈哈。我选的小牌就已经选全是火，我选了一个全是火的塔罗牌来翻，每一张都是火。好啦，我们就拿这小牌来提醒，来看看还有什么面向是我们没有抽到的，让它再多助燃一点，好不好？助燃一点。来，这张圣杯皇后啊，好吧，这30天的那个情感情绪面还蛮浓厚的，表示确实啦，圣杯3都是那水都不知道几个杯子了，圣杯出了皇后，大杯子又出下就是月亮牌，这水能量很高哦。确实这30天的情感流动很强大、很复杂、很快速哦，没错，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不错的30天。来，再一张好了。提醒牌。宝剑三呢、我先讲表面上的关键字，我不是在讲现在一定会发生的哦，记得我讲表面上的关键字。好，是为什么我要说提醒牌？因为它提醒的不一定会发生，它只是提醒表面上的事。好，它在表面上说这是一个心碎扎心的事情，好吗？它在提醒可能会这样哦。哦，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张牌你要让它变成是有力道的伤害你的话，一切取决于你在这整个30天里面做的决定。所以我才说不要太快做决定，不要做决定，因为我们不要让这种事情具体成功，不要让它具体成功。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提示牌，好，我觉得这也很合理，因为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很容易做错决定，很迷茫。然后他在你这个不安里的时候，你会去选择可以让你比较没那么不安的人，比较安全感的情况来去做选择，你就有点像是要抓着一个浮木啦，不要用这种为了抓着一个浮木的驱动力来去影响你的决定，你要好好的决定。好，有的时候我们在海上啊，快溺死，说不是只有抓浮木才能自救，水母漂也是一种方法，或是静静的双手画圈，也可以让你自己浮着。好，又有很多自救的方法，不是只有浮木啊，所以你要好好的想清楚，怎么让你稳定下来的方法，不要让这个发生。这只是一个提醒哦，哈。我刚刚是不是说我们要翻小牌，翻小的塔罗牌是为了要看看它有没有东西我们没看到，要提醒我们一下，是不是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他在提醒你说小心不要这样子，但不是叫做牌子不是一定会发生，它一切还是会靠着你的意念强化之后，让它趋近于发生的更具体，发生的更扎实。所以如果你的意念是不希望因为做错决定而发生，那你就好好的做决定，它就不会这样子。
好吗？不要被这张牌还吓到了，没有这样子。好，来，因为前面牌还不错啦，30天的情况，然后再翻一张啦，多翻一张，不要被这张吓到。来，果然，圣杯10都已经到圣杯10了，好吗？就是圣杯10哦，就是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结局牌，它就所谓的完美结局。如果你要在这张牌的圣杯10，其实它没有画出那么多完美结局的啦，因为圣杯10其实它有一个各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它比较像是一种欢乐结局。你要想说它有点像真善美的结局，那真善美不是在这个草原上跳舞吗？什么什么的。然后圣杯10就有这个情况，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所以它这个不，我目前看起来整个能量这个情况不是这个能量会发生的几率太低了，因为你看到圣杯，圣杯6啊、3啊，连都出到10了，然后圣杯皇后都出现了，我觉得这整个30天，一个很浓的情感、很浓的感情正在建立起来，而且会建立的蛮好的。而且除了会建立的蛮好之外，其实桃花也不代表只是爱情啦，它可能也代表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也建立的蛮好的。只是我的抽牌的意念，我不会往那里想，我比较希望它是往爱情那个方向想。但是它也有可能，它这个能量就溢出来了嘛，因为太满了，它溢出来，溢到了别的事件了嘛，溢到了你的人际关系，溢到了你的朋友缘，溢到了你的粉丝对你的喜爱。遇到了你的学生对你的喜爱，那种都算是好的桃花。所以这一张牌其实桃花能量真的，这一组牌的桃花能量真的是很强很强很强。那至于要发生什么好事呢？我想法是爱情上面的比较多，想要对你示好的好事不只有一件啦。所以这个桃花能量真的是蛮足的哈。只是因为实在太满了，太复杂了，你要小心这个啦哈。它还是桃花牌还是忍不住提醒你要小心一下哈，毕竟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灵魂，活生生的心啦。你在做决定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不要太过激，不要太随便、太轻易，好吗？在这个这么美满的画面里，在这个人跟人的竞争、情感的竞争里面，小心处理，好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卢恩牌给你的一些建议。因为卢恩牌我喜欢卢恩牌，就是它就是几张很直硬生生的给你一个东西哈。来看第一个轮牌的建议是Inverse。Inverse 呢，它比较我喜欢把它解释成，因为它这个虽然是一个菱形，因为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图，我比较喜欢它讲的是一个 DNA 的联动。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你跟别人做一个关系上、吸引力上的更深入的联动跟连结啦。虽然它这张牌在卢恩的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它比较像是一种帮助生育能力，你知道，它是比较有点像是要这个它的咒语是比较像是能够生下新的下一代，有点像是怀孕那方面的那种祝福。可是在这一题上面我觉得他在告诉你说，你跟人的连接有点强烈，所以你要平静下来，好好的克服一下你对于这么多人在你面前的一个选择上的困难啦。目前我当然能体会到的是这个，要小心一下，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在告诉我说，你这个3个月跟喜欢人的连结有点深，而且也有点复杂。因为你想一下那个 DNA 的图它是这样子的，那表示你跟人的连结是跟人的关系的交流有点复杂起来了。好，他在提醒你。然后再一个好了。毕竟，因为这里的圣杯水出现的实在太多了那个情绪交流的浓度实在太多，连圣杯皇后都出来了，所以情感控制要小心一点不要那么宣泄的快。这一张Ensos 对我来讲就是智慧的象征了，这边写了智慧、沟通沉思，有没有？智慧、沟通、沉思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所以你在处理这30天的一些人际关系，
跟追求者、跟你喜欢的人的人际关系，好，要用点智慧啊，要多沟通，好，要好好的往内心想清楚，好吗？所以我终于知道这个不安排在哪里了。原来他早就告诉你，你要面对的是这个了。可能他的意思是说，都很好，怎么办？都很好，我要怎么选？都很好，我要怎么接受？这样子的，靠你了。你好好的想一下，不要被一些不安控制。因为当你不安的时候，你就会去选择安全的，这样也不对。有的时候也不够好，不能说不对，它也不够好没有好到值得你马上做决定的那一种。为了解决自己的不安来去选择人，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快了。可以多一点观察时间，多一点相处。而且多一点相处，也不是说我们在审核别人，在挑选别人，让他们表现机会，所以我们才选他们。不是哦，这是一个公平的位置。你也要多表现给别人，别人多了解你，他们才会知道怎么样表现给你，或是怎么样对你好才是对的。你释放了错的讯息，别人的回应就会是错的哦。这都是互相的哈。你释放了错的需求，别人就会付出错的需求啊。久了就是会变质的，好吗？所以今天这一题的桃花能量很强。好事发生的几率也蛮高的，只是你会有一种对于情感的判断能力的混淆，或是错综复杂，这个情绪跟牌的暗示又跑出来。好，记得注意一下这一点。情绪情感的交流在这一题很混乱哦，浓度也蛮高的，好，很容易误会、判断错误哦，记得。最后罗恩牌告诉你，记得要拿出一点智慧哦。这边有出现智慧谏言，听听朋友的意见，好吗？听听比较智慧朋友意见，好吗？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他们看得更清楚。好的，那么这就是选到4的朋友，能量很强哦，甚至可能是4组里面最强的，因为它的复杂性太高了，它可能是有一种2倍、3倍的能量同时发生。好，但是自制力跟理性，不说理性啊，用理性有点太那个了。我觉得理解多一点，再加上自我的自制力，我们才能够判断情感交流的价值在哪里。有能够看清楚那一波水是什么样颜色的水，是清澈的水呢？是很浓稠的水呢？还是底下有污秽的杂质的水？还是能够推动石头滚动的强力的水？这种情绪的能量你要看清楚哦。好不好？这一题对你还蛮重要的，可能对你人生的发展有很大的启发。就这样，那这就是选到第4的小麻雀的朋友，记得跳到后面去领取好运哦。先祝福你。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第5个应该是第5吧，第5个阶段领取好运。谢谢抽到这些牌的朋友，选这些牌的朋友。来，今天的领取好运呢，我们就不用塔罗牌，用罗恩符哈，因为之前没用罗恩符，因为这个石头不在我这，最近有了，我可以用了。然后我自己手上有一些罗恩符的哈，那我觉得这个能量跟了我10几年，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享给大家。好，来，我从这边选5个罗恩符，随机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面的顺序哈。然后到处5个罗恩符，看他们的位置排序，我就大概可以知道今天你们能领取的好运是什么。记得领取，来5个，这里好，位置大概是这样。一般来说会这样子哈，我们让它成为一个循环。来，一般来说我是让它这样子的循环，然后一个往外扩张的力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呢，中间出现的是那个这中间牌这个是有点代表，就是这个是索尔，你们看得见那个索尔用的锤嘛？Sorosas，然后这一个呢 Nordis 代表的是那个修复、治愈的能量。然后呢，这一个呢是代表新生、诞生、全新机会的 Vergana。来，这一个是代表太阳的 Soilo。好，太阳代表好运气啦，生命力。你看这里新生的生命力，你已经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力量，能够扭转你现在的情势。
好，扭转你现在的情势，然后你能够修复你之前一些失败或是一些困难所受到的伤害，你正在修复中。然后你在你自己全新的力量已经重新升华了，你已经进到了全新的阶段，而且生命力也恢复了。然后呢，你在这个新的阶段里面，你会得到全新的收获跟全新的保障哦，保障来 Gable 出来了。好，然后这个修复的 Nodis 也出在这里来。好，所以这一个旋转的漩涡型的能量，在告诉你说，你在新的阶段，你会有很好的发展，会得到新的 bonus、新的保障，不用担心，你已经在很好的方向往下走了。这是今天的幸运能量。好，来记得看一下前面的解释啊。好，今天的轮解释。那么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再来是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抽到牌的一些我的感想，我就不放前面，我今天就在后面直接跟你们说，闲聊一下来做一个小小的收尾。简单来说呢，就是无论我们抽到什么牌，牌面上呢，也许会给你一个非常契合的答案，跟你欲望跟祈求的答案，然后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准确。准确当然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它非常符合你共识性，你在未来的你不同的时空里想要给你的那个讯息。如果吻合了，你就会觉得很准确。准确了之后，你该做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加强那个意念。因为我们来占卜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意识所在，你的意识所朝向的方向感在哪里。而你在占卜的时候得到了认证，得到了确定性之后，你就要加强你的意念，往那一个你想要的结局跟你想要的发展去，让它显化的更具体，显化的更扎实，好吗？在吸引力法则里面，我们常常会说要跟宇宙下订单，这是吸引力法则。那我们在占卜里面呢，跟你的生活里面，其实你们时时刻刻都在跟宇宙下订单。那为什么不会实现？因为你的信念跟你下订单的这个确定性不够强，因为你是不知不觉的就下订单，然后你有的是会用你的行动力跟你的直觉来去执行它。但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的去让你自己趋近于你所渴望的那个结果。但你不知道那个也是吸引力法则的一部分，只是说当我们来占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意识跟我们的渴望的方向是这么的明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加强你意念的契机了。也许各种的占卜，各种的比如说这个卢恩啊，或是塔罗，或是动物灵那种，也许他原本拿出来的牌子就已经是对的了，然后只是每一个占卜师在解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性格跟他们所追求的善意跟正念的方向不同。像我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种对你们有利的方针跟有利的谏言，来帮你们来去扫描一下你灵魂的缺陷之后，我来告诉你说，我们可能可以这样子让一切越来越好，好吗？越来越好。如果我们已经在解牌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准确性，已经发现那个好事发生的准确性，或是你现在的情况的准确性已经这么好了，那表示我们所做的修正跟修补，还有我给你的建议来去提升你的意志，跟我们让整个状态更好的这个机会就会大大的提高，好吗？所以希望我也很谢谢有很多人这么用心的去理解我的建言，然后做出对于自己有用的改变或是有助力的改变。我也更感谢那些在我的建议里面发现自己可以在困扰中或是困境中爬出来的人。好，你们的回馈都让我觉得有非常大的鼓励，因为这才是我们彼此需要一起做的事情，而不是单单只有我单面的拉着你去做哦。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你跟我，尤其是你做的更多，好，一起协力的做出来的。所以除了感谢我之外，我更希望你把更多的感谢你自己，因为你才是那里面唯一在行动的人，好吗？就这样哦，多多祝福自己，我也祝福你，祝福大家，谢谢，下一集再见，拜拜。